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咖啡鱼的收音机，我是咖啡鱼。2023年的今天，让我们来回顾一起发生在100年前日本现代化之后最严重的地震灾害——关东大地震。关东地区是泛指日本本州岛的东边，包含了东京、千叶、埼玉、神奈川等等的范围，是日本的政经产学的重要地区。就算在100年前，这里的人口数也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。加上明治维新之后，包含了火力发电、电力的铺设、自来水系统都已经逐渐的建设，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化都市的雏形。大正12年，1923年9月1日星期六，接近中午的11点58分，在神奈川的外海80公里左右，发生了瑞士规模8.1的强烈地震，地震深度23公里，属于上下晃动。持续时间长达数十秒，紧接着在12点01分及03分，又分别发生了7.2和7.3的余震。整个地震影响范围包含了东京、神奈川、横滨等整个大关东平原。光是东京就有60%以上的房屋受损，不仅造成了木造民宅的倒塌，就连当时少数的砖造及水泥建筑物，包含了皇宫及政府机关都受到了损害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位在浅草的凌云阁。凌云阁是楼高12层的观景塔楼，是日本当时最高的建筑物，也拥有日本的第一台电梯，是当时东京的地标。而地震直接造成第8层以上倒塌。地震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中午的用餐时间，不管是商家还是住家都开始生火做饭，而当时多数都还是使用生柴火的方式，不但火焰大，而且地震发生时更无法及时关火。木造房屋的倒塌引发了火势，大火一发不可收拾，整个东京陷入了一片火海。虽然消防队第一时间极力的抢救，但以当时的消防条件，加上自来水管的破裂，根本无力阻止火势。这场大火足足烧了3天3夜，许多被压在倒塌房屋下的民众，因为等不到救援而被大火吞噬。根据位在东京气象台的资料，地震发生的隔天凌晨，整个东京的气温一度高达了 46.4 度的高温，不过后来就连气象台也被大火烧毁。未受到波及的民众纷纷开始避难，逃到了学校、神社、公园等等的空旷处。许多人在过程中吸入浓烟，或是在混乱中被人群踩踏身亡。逃到空旷处的人虽然松了一口气，但不幸并没有放过他们。其中有将近4万人在地震发生后逃到了陆军被服场的空地。当天下午4点，火势开始包围四周，引燃避难民众带来的物品。大风带的火势形成了火旋风，让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。许多人因为缺氧窒息，或是在仓皇逃难中被踩死。事后估计，光是这片空地就有38000人罹难，占了整个东京罹难人数的一半。地震当时，在日本的西边正好有一个台风。强劲的风势也是加速大火蔓延的原因。除了地震、火灾、台风之外，地震也引起了山崩和海啸，包含了静冈、千叶、神奈川等等地区，都引起了5到10公尺高的海啸，估计有数百到上千人因为海啸而失踪。另外，也产生了泥石流，有许多地区受到冲击，确切罹难的人数已经无法确实统计。而泥石流也造成了神奈川一起火车事故。地震发生时，一辆列车正要进入根部川车站，地震引起的泥石流冲向了站体建筑物、站台以及列车。除了最后一节车厢翻覆之外，其余的一切都冲入了海里，包含了车站的工作人员、月台上等待的乘客以及列车上的人，一共造成了112个人失踪。日本政府在地震的隔天，针对东京及神奈川发布了戒严令，要求军警严格维持灾后的治安，并且组织了4000个民团组织协助。也在同时开始传出在日的朝鲜人趁机作乱、伺机纵火或是在井水中下毒的传闻。警局第一时间更发布通告，要求严格打击朝鲜人的行为。虽然最高单位的警视厅随后发出公告，要严惩谣言的散布，但这个消息已经登上了报纸，而且当时并没有电视及广播，民众接收和相信得到的也就只有报纸，所以传闻已经在大街小巷口耳相传。
从地震发生后的数日内，朝鲜人在当时被误认为暴徒，民团会在路上设立检查站，对于怀疑是朝鲜族的人，会要求唱国歌或说朝鲜人不好发音的字词来辨认。包含本庄事件、藤冈事件在内，有许多朝鲜人被殴打，甚至施行杀害，也有只会说方言的乡下日本人和聋哑人士等受到波及。当然，除了这些不好的事件之外，也有人发挥人性的光辉。根据事后的资料，横滨市鹤见警署的署长大川长吉，为了保护300名朝鲜人，对抗超过1000人的人群，还自愿喝下被怀疑有下毒的井水，避免朝鲜族受到迫害。另外，像是有工厂的老板保护朝鲜的员工，村民联合起来保护朝鲜居民等等。至于因为这件暴徒事件而造成的伤亡人数，保守估计有数百人死亡或重伤，也有部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受害。根据灾后的统计，整个关东大地震死亡及失踪的人数高达105000人，其中超过9万人因为火灾而离世，占了罹难人数的90%。另外，因为包含山崩、海啸、泥石流离世的人也有上千人，但因为受灾的情况实在太严重，这个部分往往被忽视。而在建筑物方面，有超过10万户的建筑物在地震的当下全毁，也有超过20万的建筑物在火灾当中被烧毁。整个因为地震而受影响的人数将近190万人。地震让整个关东地区几乎化为废墟，大量的人口移居大阪、神户等等关西地区。大阪的人口数曾一度超过东京，成为日本人口数最多的城市。而当时日本政府曾经一度讨论迁都的可能性，但最终仍然选择重建东京。新的都市规划、土地利用和扩大适合汽车行驶的道路。但另一方面，为了灾后的重建，日本政府发行大量的地震重建债券，但面对物价的攀升和经济的停滞，导致后来昭和初期的金融危机。这起发生在100年前的关东大地震，被称为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地震之一。它不单单只是用乡野史记的方式记录，而是有大量的影片、科学和统计资料。这次地震也促使日本通过最早的建筑物防震标准，9月1日更成为日本1年1度的防灾日。虽然关东大地震距今已经100年，这100年人类的科技快速的进步，雷达、卫星、电脑等等的设备相继问世，但我们面对地震还是只能被动的预防，却无法有效的预测。目前包含台湾在内，都是采用预警的方式，在地震波到达前数秒到数十秒前通知，以及以速报的系统用最快的速度显示地震的地点和规模，让相关单位及时反应、评估灾害的情况。我们无法避免天灾，我们只能和灾害和平的共处，学习克服，互相帮助，走出每一次伤痛。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